Hello， 朋友们，大家好，又是熟悉的开场，第3站开启啦！没错，这里是连续演了2场的常州。虽然说因为路程的原因没有住在常州，但是常州的美食怎么可以错过呢？没错，那我们今天带来了常州的特色美食给大家品鉴一下。第一个是这个五香萝卜干儿。其实实不相瞒，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做这个。我家里头有习惯，就是每次他们会把那个萝卜切块之后放在那个斗笠上，他们会先腌，然后再放到太阳下面晒，晒出来的话就和这个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看着它会有点熟悉的感觉。来尝一口。通常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张煎饼，或者稀饭，或者是粥，或者是馒头或者大饼。也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下饭的一个餐前小食。这个萝卜切条晒干之后，它不会把它萝卜本身所含有的那个水分就是完全去除掉，可以看到这个萝卜它现在其实还是那种咚咚的感觉，所以在入口的时候嚼劲会非常的足，它是那种韧韧的感觉，很咸香，很下饭，品鉴一下。好，下一个椒盐麻糕。麻糕，在市场的角落，麻糕，让我把你带回。吃了一口之后，我本来想象的麻糕可能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感觉，但是我会感觉它更像是撒了芝麻在上面的一层脆皮酥皮的月饼。什么？这跟家人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小零食，品鉴一下。接下来我会给你一个常州的资料，你需要在接下来装话的时候消化掉，然后根据大家会提出来的一些旅游中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来给一个回答。我看一下这个资料啊，这么多啊，行，没事啊，等我一会儿。你现在 OK 了吗？第一个问题，小 A 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来常州半天，请问去常州的哪里比较好呢？小 A， 常州半天，我比较推荐常州的青果巷，因为这个地方全天开放，24小时通行，同时呢，那里有非常多的名人故居，有非常浓厚的历史风味儿，同时我们刚刚吃到的那些美食，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打卡出片的地方，你也可以体会到这个城市独特的风味，在这里吃到很多好吃的。第一题回答得很完美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题会不会难住你。 OK， 我们来到了第2站。第二题，好。小 B 呢计划带父母来常州玩，父母非常喜欢历史文化类的景点，那你请根据这个信息推荐一下地点吧。历史文化的话，那我就推荐常州博物馆。你既可以在这个地方陪父母体验当地城市的文化特色，也可以在这里拍出很好看的照片给父母。而且这个博物馆呢，还有无障碍设施，还有诸多文物可以供大家欣赏。OK， 这道题也答得很完美。最后一个题，看能不能难住你哈。好，小 C 打算跟朋友穷游常州，请推荐几个免费又值得去的地方吧。免费有值得去的地方，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青果巷以及常州博物馆之外，我还推荐，我想想啊，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红梅公园以及常州文化广场，还有最后一个，我想想，不要提示我，等一下啊，半山书局，没错。我还推荐大家去这3个地方也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不仅是免费开放的，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体验到关于常州独有的特色。好啦，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虽然说你们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都已经是离国庆假期很远了，但没关系，还是推荐大家有空的时候多来常州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品鉴一下。极速小鱼提醒您，下期看点。那很好吃，可以了，可以。喂，别拿走啊！这什么东西？这什么？